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谁说沉香如丹不好看？含蓄堂堂，杨紫诚意 CP 感过分饱满。想来想去，萧狂真正给大家开一部电视剧已经有好一阵子了，所以今天给大家送一部安利期待已久、近段时间异常有名的电视剧《沉香慕如废材》。这部杨紫诚意主演的电视剧，其实小狂之前也曾2次提到过，主要是讨论杨紫出演沉香碎后的一部分争议。我当时就更怀疑杨紫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饰演锦觅，在《白蛇传》中饰演霸道的小白天上万事俱备，珠玉之前无休止地围着那老小人转，看来不难看，也很不爽。然而从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，它闻起来很香。不管它是多么华丽的老人体模型，谁能否认它的数量？那么萧狂就来和大家聊聊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感悟和细微之处。杨紫饰演的女英雄颜丹真的是多韩丽，她养鱼养龟，编故事，化身开朗小精灵，神族的混血被 PUA 帝尊一贯灌输，接受世界类似的拥有责任。应远得知颜丹的事后，立刻明白了她的尴尬，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带她去她的圣域做不死工人。应远曾是他为小人物。500年后，当他发现应远是范贵君时，他误以为这是个没完没了的小工人，惊呼一声小人。应远这个名字，从一个角度看是燕丹的失职，再一次，他是真的明白应远不会时常想起他。这里值得关注的是，燕丹也有一点点的锁，这是应远所造的结界法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丢掉颜丹，让他离他远点，但其实是为了让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看到。每次碰到颜丹，他很快就看到了他，在基本情况下保护他，尤其是在影灯伤害颜丹的时候，他自己没有出手，而是决定指点，背后的目标就是利用这一点，让大家再也不要误判颜丹了。应渊在邪灵种族发生冲突之前，要求颜丹解除不利锁。事实上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回去了，再也无法保护他了。事实上，沉香如碎片的音乐性还是很快的。第7集开始时，男主驾驶军队与魔界作战，虐待同样从这里开始。综合多方面的因素，最终只有男主应得的，而他还处于视力受损状态，很快就要受重伤。男主就亲自到了不灭家族想要夺去自己性命的地方。冠军颜丹无意中进入了禁区，在遇见传说的那一刻，他吃掉了花瓣，吸取了鲜血，最后甚至割下了自己的一部分心脏，只为拯救了传说。传奇被拯救了，他嫉妒的姐姐却被到处勾勒出来，取代了下来，巧合地拿下了 PUA 冠军。因为这2个人的存在，颜丹被天庭拒绝，跳入了忘川河。徜徉800多年后，尽管他失去了5次探测，尽管他的青丝变成了白色，尽管他身上布满了斑点，但他实际上无法忘记他的崇拜应远。这也是应远的典型。为了不让燕丹故意断绝关系，他本应被天庭拒绝，却将燕丹的记忆融入了他的精神。当他无法接触到火时，他站出来承认纪律，并跳进了焚化炉，找到当时颜丹编织的韩历设计腰带。这里还有一个秘籍，状元真身是4叶汉历，所以头发、衣着、家境都是汉历。同时，应远的法宝是一朵绚丽的莲花，包括他的茶杯、香台灯、瓷器的底座都是莲花，既彰显了男女英雄的尊贵，又暗示了2人之间的关键婚姻。很多人觉得颜丹就相当于替他先是锦觅，但真正的反差还是蛮大的。锦觅生来就吃陨石丹，野蛮冷酷无情，但颜丹却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从小就是妹控，看应援的忍耐、哭泣和折磨，自然有其一席之地。社会引导和拳腿的存在，这样一来，还没有发现沉香之类的小伙伴的小伙伴们可以真正一探究竟。杨紫的蓄势待发和哭戏都值得关注。对于程毅来说，他演技上的破绽应该从司凤的工作中就可以看出来。感叹号！02肖战圈子里真正的5位女伴，在227事件中，尤其是她在媒体上公开的点赞肖战，不管是男星还是女星明星，尽管他们肯定是一个大体上极少流行的明星，但通常会以各种真正重要的方式出现一些爱情尴尬。重要的方式，在网络上，
被网友误解有些简单，但肖战基本上是个大体上的特例。肖战基本上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在媒体上的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6年了。不过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但圈子里肯定有几个女伴，而且大多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常都和他在一起，这在真正意义上是非常巨大的合作艺人。显然，肖战和他们每一个人的亲密程度同样是完全不同的，从根本上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。首先，王宇文真的是在1997年被带到这个世界的，18岁就进入了媒体，或者他们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。至此，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《少年派》。更何况，王宇文无论从哪个实际意义上来说，同样是主要的女明星，尤其是和肖战有着极其巨大的不正当恋情。两人在2016年的电视剧《超星学院》中搭档，在剧中各有千秋，演一对情侣。两人在剧中也有过亲吻戏。之后，某些人甚至真正得到了证据，证明这两个人与以一种不显眼的方式被迷恋有关。两人除了是剧中的帮凶外，还真真切切的私下吃过饭、合影。而肖战总体上确实帮助王宇文从根本上推进了新作品，当然一般，但近来两人之间的联系已经基本没有了，通常以不显眼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少。第二点，玄露目前普遍在2008年以真正巨大的方式进入媒体。尽管他早年基本上也确实参演了很多影视作品，比如《红楼梦》《灵魂摆渡》《花在天上飞花》之类的，但从来没有引起过。总体考虑太多了，直到2022年热播《陈情令》后，宣露才真正得到了她那种像蒋雁丽师姐一样的体贴。而在《陈情令》中，宣露而肖战肯定有过无数的争吵场面，而且真的是闲逛了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就毫不矫揉造作地结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。前段时间，宣露参加了广为人知的剧集《乘风破浪的姐姐2》，尤其是《陈情令》组的众多艺人都对她表示支持，但肖战从不肯定是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说话。郭玄露支持。第三点，李沁和肖战的关系肯定更像是姐弟恋。谨慎的粉丝洞察大体上发现，真正意义上的李沁是对肖战帮助最多的艺人，从破天到狼王殿下，再到庆余年和诛仙，大概他们是这么想的。因此，两个人之间的陪伴更倾向于职业类型。更何况，李沁与肖战真正的熟人身份也确实被揭穿了，而肖战与陈情令的会面，肯定又是基本由李沁提出来的，尤其是巨大的。在那种独一无二的见面中，李沁确实被问到有没有想过和肖战在一起，李沁的回答是：我只是把肖战当成一个比较年轻的兄弟姐妹，不张扬。第四位，周雨彤和肖战是巧合，两者确实从来没有协调过，而且基本上不是很大的同伙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的血缘关系却是极为不显眼的强项。然而，他们却互相激励。周雨彤不顾流行的想法，经常在她基本上是私人的，大部分是友好的舞台上发布与肖战的合影。目前肖战确实凭借《陈情令》成为圈内榜首，而周雨彤也大半已从马火了一把初恋，相信两人的感情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天长地久。总体来说真的很大。第五点，杨紫和肖战的缘分是从2022年开始的，非常关键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两人大体联手出演了电视剧《余生请告知我》，一个真的是颜值高的专家顾伟，一个真的是绝妙绝伦的林志霄。节目本来应该真的赚了好久的，但自从227事件被炒了之后，他们还是这么想的。在肖战的黑名单中，真正意义上的杨紫同样是主角。同伴公然夸赞他，大半是意味深长的。他不光喝了肖战拥戴的奶茶品牌，还戴了肖战代表的兔耳钉，或者说是他们认为的鼓励打架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